动感地带芒果卡，畅享闺女们的独家高光内容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二12点尊享我家那闺女2024 SVIP 额外抢先1周观看下期正片，每周3加更版，每周1闺女和她的朋友们解锁更多精彩内容。Let's go！ 你左脚现在绝对踢得没我好，就他们3个最好。来，我都怀疑你踢没踢过足球，我都怀疑你踢没踢过足球。我朋友不是给我介绍了2个男人，斯文，第一个是露营，第2个是运动。哦，想看2个人如果打分的话，能多少分？2个人都失败。建议美涵给你妈妈打个电话。任何人可以给我打电话，就美涵不能给我打。我们其他2位家长觉得呢？祝他们幸福吧。啊什么？我拍不完美的时候，有人拉着我要对剧本，对到凌晨。我怕那个被狗仔拍到解释不清楚，全程录 vlog。你可以开着门啊。啊，这没想。别人知道了你们家里会不会有危险？我不行，我不会跟邻居成朋友。第2天早上是被枕头误醒的。我感觉你妹妹可能出事了，她晓得她可能活不了今天了。我跟你们说一件很心酸的事情，以前的一个队友以为我上热搜是，还说你为什么要去打着女足的名号，要去挣钱，要去代言？我在旁边看，心脏像那个针在出一样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新的一期我家那闺女又跟大家见面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昕。哦，嗨，我是旺旺。欢迎我们的家长团们。今天好热闹啊！1、2、3、4、5位观察员，而且旺旺就是又回来了，但其实上期也在。我都晃范儿了，我说你怎么从那儿到这儿又回去？我觉得你就是跟丽娜2个人看出了就是真挚的友情啊。所以他后面的状态是，绝了，特别好。又碰到了一个高情商的男生啊，是吧？后面一切都阳光灿烂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之前其实我们有在开场跟各位家长做过一个测试嘛，就是可能现在很多小朋友在发朋友圈的时候，家长会表示他们不理解。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，就是你们孩子的朋友圈都是对你们完全开放的吗？不，我不可能这样确定，但是呢，可以看到他，一般他就是发一点什么宣传上面的那个照片呢，他一般发这样的发的多。宣传的，你看到会留言吗？在下面写几句吗？没有，我从来平时我也不那么夸张，每天。这个我要向你学习，少留言。以前会留言，也比较直白，现在不会说不合适，赞美啊，赞美，漂亮，美，不错。哎呀，这个最好。你们朋友圈是对家长完全开放的吗？开部分吧。就正常大家都能看的，他就可以看。工作宣传之类的。如果半夜2点就发了个朋友圈，那肯定是锁死。因为他会说什么又这么晚睡觉啊，怎么大白又吃夜宵啊什么的。现在的年轻人肯定要懵掉一点。我之前说过，微信运动我都关了，因为半夜你妈会问你为什么2点多走了1万步，干嘛去了？我从不会批评他们，甚至有时候我会专门发一些给他们看，就你们可能看不到。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看？没有，就比方说我发一张唱片，里面有3首歌，然后我觉得我一次性把这3首歌都发出来，我觉得有点多，但是我又很想发，因为当下真的是新歌，所以我会发1首给大家全部人看，然后发2首，就是当下只给我家人看，就让他们点点赞。那2首还会给我们听到吗？你们可以上网听。我们不能在你朋友圈里，我们要付费是吧？好，我们开场简单的互动一下，我们看一看今天跟大家见面的第1位闺女是谁呢？我穿什么呢？哇，我可以穿裙子，今天上面搞一件衬衫，再搞一个小皮衣，一拿这个是有点混搭了。哇，好帅啊，好帅啊！可以。这么正式，去哪儿？咱就是最靓的仔。这样，怎么样？又时尚又酷，帅的酷的。从小就会去做链条。哦，链条，喜欢链条。老王应该也快到了，我化个妆吧。可以这镜子我也有。
这肯定是熟人了，是家里人。我舅舅侬又来啦！我就看你第3次能不能输对。耶，这个好可爱！小章鱼向你问好。前队友。那小牛它不太牛了，但是还是带了。然后我还带了一个这个，为了你的冰箱，这是有寓意的。什么寓意？专属于你的，它叫嘴巴嘟嘟，寓意你嘴巴嘟嘟，嘴巴嘟嘟，嘟嘟嘟嘟嘟。刘海真的很烦，你知道吗？这样。哎呦，这个感觉智力不太健全的样子。你到底有多少这种神经病的东西啊？我是图图小淘气，面对世界很好奇。行，那就这样吧。好了。真的穿出街了，好帅！帅 ，Let's go！ 错番。基本上她裙子不穿了。刚刚穿着蛮好看的。漂亮。快说，公主请上车。你说啊，我说吧。我重来。我觉得她是小女孩性格，是吧？是啦。少女。公主请上车，公主请上车，公主请上车。真的很没劲。Let's go！Let's go！ 东方绿洲。东方绿洲，我小时候军训在这儿。我们是几年进来的来着？05。哦，05。哦，他们小的时候训练的地方。哇！帅！因为我当时上来试训的时候，一切都是未知的，我们就好像是来高考一样，觉得就是如果能考上，对我们来说就是未来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。我们可以去进国家队，可以去踢联赛，然后去打世界杯、奥运会。看看我的汗，这下真得热。一天的训练结束了，每天训练完，这个衣服1层、2层，还有里面的腰带全部都脱光。还有3亿。哎，真的太多年了。小刘说他过来了，我们等他一下吧。嗨，我的朋友们。头发短啊，全你就是帅，方便打理一下。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就他们3个最好。这个女儿真的挺漂亮的。给我骑一会儿，这只鸡给我。我好久没有骑了。呜呼，呜呼！哎，你尊重一下跑道好吧？加油！他们不会觉得我是个傻子吧？神经病吧？算了，不搞你们了，因为我看起来跑得太累了。我今天踢了1场比赛，我脚痛死了，还要走路，他电瓶车也不给我。给你吧。啊，这只鸡还给你。就我们这样走出去看一眼，这是男足训练还是女足训练？这不是我们队吗？你们现在在这里训练啊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的预备队。你要上去踢吗？为什么守门员跑起来都是大鸵鸟？老王要看任意球，对，看一眼。这是老王擅长。心痒痒了。我承认球是踢得挺好的呀。是的。可以。而且他是左脚，这个人左脚。你左脚灵的不啦？不灵的，大灵不灵，大灵不灵。那我有一说一，你左脚现在绝对踢得没我好，长传。我们等会儿去，等会儿比吧。我就穿这个鞋，我不穿鞋都行。我赤脚，我们赤脚，痛死了呀！怎么样？我比传准还是比传远？都可以，随便可以。哎呀，这草地，这熟悉的味道。呜呼！嘿，老王来守门，我来打。呜呼！你打他来守，让他跑。我肯定，他对自己真的盲目自信。
脱鞋了，开始，真的脱鞋，真的脱鞋，袜子也也不用赤脚吧？我赤脚可以吧？我嫌袜子脏不行。那打蒙住呗，谁打中谁赢呗。来，Round 1, 3, go！ 啊，他们要打门柱。看那个群上面踢得那么好。好难啊！吓死我了！离那个门柱就差一点点。哦，差一点点。哦，吓死我了，好像还是可以的吧？我以为都听不起来了，我脚感一直很好。就是那样弹进去厉害是吧？也不是，他们应该就是看踢门柱谁踢得准。哦，你这个就是大力出奇迹。我都怀疑你没踢过足球。我都怀疑你没踢过足球。你们两个已经被去除了中国女足的名声。不要。哎呦！哎呀，谁呀？前面说信誓旦旦。今天将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。谁接近这根线，谁赢。这个有线。哦，完美，100分，就在线上。来，等等。叫你少吃点饭。Sorry， 谢谢大家。刚刚他们去的那个场地是丽娜从小训练的地方。不是从小，她进了上海女足啊，这个时候大概十几岁吧。那其实丽娜是从几岁开始从小离家就开始学踢球啊？8岁左右吧。就是那个足球学校，他们的教练啦，就每个学期都到下面基层那个小学去招人，找苗子。一看到我们赵丽娜个子高，看中了，就是问她你喜欢吗？喜欢了，就到他们那里去。那回来跟你们说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啊，练体育太辛苦了，我舍不得？没想到会这样，当时就是这样让他自己锻炼一下吧。那个时候苦啊，真苦，没扎的场子，没扎的要扑球，扑下去裤子就坏了，坏了全是脓啊啊！哎呀，真的苦啊！赵丽娜在球门守着，他们打球，啊，打过去，打在她胸口上。我在旁边看，一看到他们打球上去啊，我一个心脏像那个针在戳一样的。我跑到他球门后面，我问他你疼不疼？他说不疼。你不疼我疼啊。看的过程中，你有偷偷的流过眼泪吗？流，怎么不流啊？他知道你看他训练会哭这件事吗？他不知道，这个没必要跟他说了，没必要了。那是因为您热爱体育吗？看球也不怎么看，后来就是他们只要是他们女足的，别看，别看。他外婆、外公，反正家里的人全看，只要是有他的比赛。是的，我们家以前不看直播，我外公、外婆、爷爷奶也看，对吧？就因为孩子做了这个，家长自然会关注嘛。嗨，小狗狗。嘿，小狗，我要站得比你高。原来我家这楼这么高呀！所以你们平时看我是这种感觉吗？对啊，好高。终于到家了，终于到家了。放这儿吗？放桌上。哎呀，这桌子这女的真的，哇！可是俺妈先到，伊拉再到屋里向，在门口头再搬进来了。外卖先到，然后他们再到，然后再把外卖先到。我们都走这个路。经常希望回家就能吃上。这多有规划呀！是吧？要不要短裤啊？来一条吧。
我们要不要拍一个短裤的照片呢？怎么说要拍一个穿短裤的照片吗？是，我们拍一个吧。我怕我的肤色刺伤了你俩，我这个腿真的很白。他腿真短。我这个沙发比你们长。于宝，你就是腿短，你不要跟他腿为什么这么短啊？他腿为什么这么短？我女儿的腿比他们细。他腿为什么？咱高度高。3、2、1，来，是时候拿出我的百宝袋跟你们分享了，有新玩具了。好的，你来，我给你认球星。这个是谁？他都认识的。巴雷拉。你不看这个英文名都能认识了。他这还送了一个那个中超联赛的秩序册。哦，人家，哎，你说这种小册子我们印一本多好。对啊，我也女超联赛的连印一本，你看。对啊，你看男足的这个市场化就运作得很好，女足好像就不太有这种东西。我前两天不是你们在金山比赛的时候，我有一次正好直播嘛，然后我记得还有好多网友都不知道女足现在是有女超联赛的。那怎么说呢？市场决定需求嘛。就比如说我们的比赛，一样是有联赛，至少要有一个明确的途径，让那些想关注的人知道可以在哪里看到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基本的吧。好像即便女足拿了一个亚洲杯的冠军了，然后一直就大家都在夸女足的同时，好像也一直会把男足拉出来说。我记得那一天晚上，男足也是出现在热搜上的，也是因为就是类似于在被对比这样的话题。其实，在我的观感里，我就像是一个家里的一个妹妹。我考上了大学，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我爸妈并没有为此而感到开心，而是把我这个成绩单甩在我哥脸上，跟他说：“你看你妹考进大学了，你怎么没考进？”我那一瞬间，我希望我爸妈是因为我拿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感到开心，而不是说再拿着我的成绩去指责我哥。就我觉得，要不给我哥一点空间吧，就是让他自由的生长吧。就是你们更多的去关注我，而不是去拿我来去做对比。虽然不想被对比，但是对比一下吧，至少还能赢得那么一点点的关注吧，挺可悲的。会慢慢好起来。其实现在虽然说没有那么大，但是还是会比以前好一点。最后有点沉重。其实因为现在女足成绩很好，我们作为女生是很骄傲的，但是你也避免不了，像刚才片中有一个很严肃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可能在大部分的关注足球这个领域的，好像还是男足比较占的话题度多一点，是不是？因为武艺是资深球迷嘛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不是还是这个社会环境？我只能说，作为球迷来说，就是感受到近些年来，其实特别是中国关注女足的，其实会比以前多很多。现在多了一点。对，22年亚洲杯夺冠之后，就因为成绩。对，而且确实成绩真的是摆在那儿，就是中国女足一直成绩很好。但我还是想提个观点，就是就像丽娜说的，其实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比较，平等。对，平等一点。然后比方说女足夺冠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是诚心的恭喜就好了，对就好了。我丽娜说那段，我感觉特别，就是那段我心里可难受了，我就特别有感触。我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努力，他获得的一份成绩，他都值得一个就关于他本身的一个夸赞。就有时候我女儿做了一个什么事儿，画了一个什么画，得了一个什么奖，我爸妈可能就也不是故意的，就看到说真好，拿铁你什么时候能像姐姐一样？然后这个就是一样的心态，我女儿我都替她觉得委屈，这就是她自己的高光时刻，跟弟弟没有关系。弟弟有可能几年之后变成像姐姐一样优秀，也可能他就不会。但这一刻就是属于我女儿她自己那个成绩的一个夸赞，真的希望大家能分开来看女足的这个成绩。其实我觉得彩玲说的特别好，就是任何一个个体，当他有自己的一些成绩，或者做了一些值得大家尊重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值得关注到我自我本身，而不是说我是谁的对比和参照物，然后通过我引发一些其他的这个讨论也好，关注度也好，其实就是我自己，就是我独立的个体，我努力了，我就应得的得到属于我自己个人的一份鼓励和荣耀。我觉得也希望大家也可以
更开放式的，或者是更平等的对待每个。对，也希望我们的女足会有一个更好、更多关注以及更多支持的一个生态环境啊。好，来我们看看下面他又聊了什么。好了，我去干活了。哦哟，谁家里洗菜的脸盆是这样的啦？谁家洗菜脸盆这样的啊？这不是洗菜的吗？无语住了我真的无语住了。这个芦笋要不拿走吧，这脸盆谁用来洗菜啊？离谱啊！你要不要放在这个电饭煲的这个内胆里洗？啊，算了，我找到了，你别管了，好吧？这个厨房的生活气息真的有点低了。这个刀快吧，要有磨刀的吧？谁家有磨刀的东西啊？我呀，我家就有呀。这刀确实有点钝了，一看就是不用的。你自己切不好，怪我家刀钝是吧？他们关系真好。恕我直言，这厨房里有那么多卡是做什么的？这卡是能做饭吗？人家这种漏斗里放的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茶，你这里头全是卡片，离谱！怎么就？哎呦！点个外卖。还要不要看饿了？咱们还是要象征性的做一些菜。你看看我如此可教吧啊！哎，他已经在偷吃蟹了，偷吃蟹了。没有，我想帮你们剥。那个不干活的。蓝莓和这个黑莓要洗吗？废话嘛，料酒有吗？没有料酒，威士忌可以吗？哎呦，无语了，威死你个头！面慈庵可以吗？它里面有那个中药成分的。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哎，肯定有蚊子的。我家没有蚊子点，我给你喷点香水啊，成了一股香味啊！他喷了点香水在我腿上，无语了这个人啊！你拿个保鲜袋，还把这一条给他放冰箱吧。就有在很忙。我瞅你有病吧？谁在厨房里玩保鲜袋啊？关系真好啊！对，不是发小，肯定不会这样。我顶不住了，先吃吧，这个炖个半小时。干杯，感谢，耶耶耶耶耶！新年快乐，劳动节快乐！10分钟内不要跟我说话了。太快乐了，这种快乐以后可以多来几次。哇，你看这个肉，哇啊！哦，这块真的很爽。哇哦！我的心在滴血啊！啥感受啊，老王？今天忆当年去了基地，就是没踢出来球，没什么遗憾，主要是少了这么多和我朋友在一起的时光，快乐时光没有在一起。你这么讲的话，我一点都不感动，我觉得你甚至有点虚。水。不过当时离开那是很难过的，就是你记得，就是因为那个离开也是很突然的嘛。然后我记得他当时就很着急，是说这个周6就走了，把东西赶紧拿走。啊，退役了。但我还记得你走的那一天，你没有哭，你很平静。我是想哭的，但我觉得我不能哭，就是我硬撑着让自己不哭。我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的，因为我曾经就1年前我退役之前，我身边经历的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就你们2个。当我从这个运动员这个圈子跳脱出来之后，我不就去了姐姐这个节目嘛？有很多姐姐给我的评价是，她们觉得我很难打开自己。现在找到原因了，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交朋友，我要交到像你们这样的朋友，是交到那种可以当做亲姐妹的这种朋友，交到银行卡密码。花呗，我们不知道，都可以给我们不知道。你记不住密码，我记住了。在当时的就是我的这个意识里，我是没有办法接受10%、20%的友情的，我可能就是只能接受90%和100%的友情。但其实我现在才慢慢能理解到，其实那10%、50%那都是友情，那个都是朋友。就是其实你就是小时候认识的
这个占了个先天优势嘛，这个时间上的先天优势。因为长大了之后，你出去就有，就是纯的，就是正巧认识一个朋友的概率其实没有那么大。你肯定要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，说你要发展成你想要的那种朋友，那可能需要很久。我就是觉得，确实越长大，感觉越难交到，也不是说难交到朋友，只是就是说越能没有那么多机会能那么贴近的走心。对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武艺哥，我俩年初录一个节目，他那时候在打歌啊，就过年的时候，当时圈子里好多朋友在帮他。对。还有好多人发了微博说武艺很真诚让我，然后碰到武艺哥，我说哥你怎么没给我发？我觉得有点冒昧吧，咱们也不是特别熟。因为那个时候刚加，你怎么没给我发呢？对不对？你也没给我发呀，你没给我发，咱俩在他心里是同等的等级。我认识你10几年，冒昧了，10几年冒昧了。不是，因为当时就是其实很多那个名单是我公司让我。怎么我没在你公司觉得是你的好朋友名单里？长大了之后，突然发现一个事情，就是好像朋友是互相麻烦出来的。对，其实是。后来我突然发现，有的时候你故意去麻烦别人，你们的感情会变得往上走一层。就可能有点话，有一个契机，大家就聊起来了。但彩玲其实你是内向的，对不对？我就没有社交，我觉得越年龄大了。就结交朋友之前的这些寒暄、这些哈拉这些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难受。就是有一次我记得也是录一个什么，人家对方非常友好见我，哎，彩玲来了，我说来了，你是哪趟飞机来？我说我6点40啊，我5点40。完了我说这可怎么接呢？这个话就我不知道怎么接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客气的跟别人表达说，咱们继续往下聊。来，我6点40来的，然后你我后天走。哦，后天走。哎，你会去哪儿啊？我回北京。哎，你到时候来上海找我，结束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区别。来武艺，我5点40来的，你呢？我是一直在长沙。你结束的够快。但我就是参加焕新计划，然后和这么多不同项目的运动员在一起。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，潜藏在运动员内心深处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有一个巨大的恐惧。恐惧什么？我们从小就要面临淘汰。我少年进青年，我每一步都要被淘汰的，所以我永远有一个恐惧，就是我被淘汰了怎么办？哪怕我不踢球了，我进入社会了，我开始自信了，我开始看到自己的能力了，我还是会觉得我是会被淘汰的，就有一个巨大的恐惧。所以就是在做焕新计划的时候，当时猫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反馈，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当运动员成为一个群体，这一群人在这里的时候，他们展现了一个非常封闭的外壳，不让任何人进入，好像只有你说我们是运动员，我才能跟你说话。当我是一个社会人的时候，就觉得我跟你是说不来的。我觉得我退役之后，除了踢足球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好的。其实很多社会化的能力，我觉得是欠缺的。我甚至有的时候我订机票，我都会觉得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。因为其实，在球队的生活，很多事情不需要你去考虑的，你不需要考虑你明天干什么，永远可以有大巴车在门口等着你发车一起出发的，然后永远也有人来把你每年的赛程给安排好。所以说，等我们就是真的回归到了社会之后，我觉得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足球运动员的身份，突然有一天好像觉得在这个人群中派不上一点用场。大家就做着一些跟曾经的职业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些工作，比如有蛋饼店，然后做蛋饼的，然后呢也有城管，也有戒毒所，然后做狱警的，有一些会开球馆，还有卖茶叶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心酸的事情，但是这个就是现在大部分运动员的现状。如果我不是赵丽娜的话，在我退役的那一刻，我就觉得我可能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，不再需要了。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现在唯一让我觉得欣慰的就是我有在做我自己的星球计划，来去延续我的运动员的这个生涯。哦，公益项目。对。哦。哇。对。来，我们侧一步啊，跟着丽娜姐往这边。对，很好。谢谢哥哥，谢谢。
但我跟你们说一件很心酸的事情，前2个月就刚刚就跟我以前的一个队友就非常了解我的，他还来问我说，以为我上热搜是剧本，是我演的。我退役了，我不过就是接个代言，我跟直播间跟主播互动一下，怎么了？我们建球场，我天天直播为了筹款，怎么了？这钱是进我自己口袋里了是吗？被更多人关注到的时候，却有那么多质疑声来说，你为什么要去打着女足的名号，要去挣钱，要去代言？就我心里是非常的不能理解。就是完全就是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们一点都看不到，就只看那个好像就是结果，看到你看到的那一点点表面就开始下去。其实我觉得不被理解是正常的，但是就在那个当下，好像不被理解这件事情被放大了。就其实本来对我的影响可能就只有那么一点点，那天一下子突然之间就。有的时候我，比如说很脆弱，或者是我很累、压力很大的时候，就我那个时候就很希望能够被支持，但其实我觉得啊，在我做公益这件事情，应该是我要去坚定的去选择这件事情，我要去做。我知道，比如说我要去做星球计划这件事情，我为什么去做？对，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本身，我觉得我看到小朋友踢球很开心，我看到有小朋友可以因为自己爱上足球，可以勇敢的去走出大山，这件事情给我会得到更高价值的一些收获。但是无论是开心还是那个，就是不要沉浸在里面，你就想着你的目的是那个终点，是赶紧给这个学校的孩子，对吧？小目标是赶紧给这个学校的孩子把球场建起来，过程怎么样不重要。这个其实就是你的目标是终点，你是这个起点，其实中间的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到终点。他搞这个星球计划也挺苦的。那个网民就是好像有一点说我们赵丽娜反面的声音，憋不住了就哭了，后来赵丽娜就发火了。正常，我觉得这种事情对，总有人会好像挑你毛病。基本上他反正太苦了，那个时候就是确实运动员真太苦了，太苦。就是职业的残酷性嘛，就可能好多人只能出一个人。对呀。对，但我觉得很伟大。这个他真的是做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，至少他让中国的小孩子从小就对足球感兴趣，也是培养人才最基本的一个动作。其实现在因为时代不同了嘛，大家的工作也是多种多样的。但我觉得像丽娜这个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，这个星球计划也是一个很了不起、很伟大的事情。总之呢，就是我们能不能发现自己生活中的兴趣点，并把它发扬光大，并找到自己存在的这个价值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们也祝福丽娜这个星球计划能越办越好啊！真的很伟大，很伟大。需要我们做一些支持的，可以随时找我们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位闺女的生活。来啦！嗨，孙女。嗨，思文。思文。给你介绍一下我2位儿子。嗨，大侄子，他叫哈哈。哈哈。这是我们家小橘子。嗨，哎，我经常在你朋友圈看到他。哎嘿。嗨。哎，你真是很反差哎。小橘子看上去还是非常灵光的。是吗？1加1等于几？咱们见了他之后，就是吃点东西，行不行？我觉得他应该也会给我们准备点吃的吧。还有别的朋友，看来他肯定是预计见了你之后活动一下，然后再去吃个午饭嘛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我也觉得是这个意思。约会、相亲。哦。朋友不是给我介绍了2个朋友嘛？朋友。介绍了2位男人，第一个是露营，第2个是运动。但是我觉得这得得体大方，又要展现出你的一些气质。是的，是的。
张吗？现在我实话实说，我尽力的不去紧张，但是还是有一点点觉得心跳有点快。不知道为啥，我本来是个挺休闲的心态，天哪，更紧张了。你看到这个男孩子，说都没说。背影很帅啊。感觉。Hello， 这有洗手间吗？这有洗手间吗？我这顶住啊！要去那个去没有？哦，我们要从这里过去是吗？哦，谢谢。哦，我也有啊，谢谢。就是再走回去。对。没想到刘美涵老师相亲的第一个步骤是上厕所。还没有切到男嘉宾，好急。男生呢，现在还没切正脸呢，是吧？他这是一个露营的地方吗？有露营，有那个樱桃园，我们先采摘。对。这形象还行啊。美涵，你之前了解过吗？了解过什么？我现在只是觉得这条路真的好长啊！马上到，还没到，只要喷点防晒吧。啊！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儿的呀？我刚是想问。是有点偏僻，而进去挺好的。哦。你好，欢迎来到十方之野，这是咱们一个采摘篮，来，哇，谢谢。来一个。哦，采摘，第一次见面采摘啊，所以是男生安排的吗？应该是吧，如果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可以，谢谢。来，慢点，好。我觉得美涵穿这个衣服，她一定身上很多包。来，喷药呢吗？喷药呢？今天啥也没带。对啊。没事，那个我包里装了纸巾、湿巾，还有风扇，也就只能想到这些。这是平时的我。哦，男生准备的。要摘点吗？还是一会儿再？可以摘，现在就可以摘。我们现在开始摘是吗？对啊，可以摘啊。可以啊，随意啊，随意摘。随我们。我去摘点那个红的，你们现在来摘这个，给他们一点单独相处的时间。那挺帅的，形象挺好的。接下来就看美涵有没有分享欲了。还有那个什么来着？两个人的品格、人格啊，人格。这么高怎么摘啊？我得努力，看有没有好摘的地儿。我好像帮不上你什么忙。好摘都让人摘完了呀。过去看看。哎呀，算了，这个我感觉上面有小虫，不敢摘了。怕虫子啊？主要是我们在这个树底下，很容易会有一些叮叮吊吊。你对你女儿的另一半的要求，你肯定还是挺高的。其实要求是最基本的。这几个还行。看前面。看你们的胜利果实，你的呢？你摘了这么多？你怎么成功率这么高啊？想不到吧？别往这边看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那我要跟他们别光摘，坐下再聊呗。好了，我们有半筐了。那要不然就直接走吧。走。那我坐这儿吧。聊怎么样？啊？聊怎么样？没咋聊啊。都在摘樱桃呢。哎呀，你得知道话题呀，老摘干嘛呀？完了，没有表达欲。这他俩好像没太说话啊。对，有点像吴建豪。我也想说，我也想说。哎呀，我都急了。你今天第一次拍啊？你说，sorry，你说 sorry。如果说这个是你想的这个方式吗？
啊，你说今天这个活动是吗？嗯嗯对对对，这不是平时在室内堵车也堵多了，出来放放风吧。嗯，其实他俩聊不成，思文也可以聊一聊。那你一年大概能有几次是这种，就是出来露营啊、玩啊？其实前几天看这个天气的时候，今天还是多云，嗯然后可能正好前2天不是刮风嘛，嗯把云刮走了吧。啊。那非所谓年间失败。这个男孩没有那个丽娜姐见面那个男孩会来事啊，那个会聊天啊。你平时工作是要分析很多数据吗？我们的分析师的工作主要是做分析，我是主要是对接客户的口，我们分前和后。那你之前在做什么呢？19年感觉市场变得不太好了，然后就考了一个 MBA， 就19年底突然想考研了，就考了。我也是，就是前几年去考研了嘛，但是很遗憾没有考上。看到你，如果我考上了的话，应该今年毕业了。说点啥嘞？我之前看过 B 站上看到你的视频，那应该是22年吧？啊，说那个时候已经单身。啊，你看过那个9年了是吗？对对，22年单身9年，现在这11年了。没有那个墨镜，后面应该是一个白眼儿。对，这个还是比较震惊的。你居然看过那个视频啊？你是因为那个就是最近刚看的，还是之前就看过？最近刚看的。你看看。我其实之前有时候我就有点不记名字，但是我对你是有印象的。你拍那个，你看又忘了那叫什么来着？这情商，我天哪！理工男，打车好吧，打车送走了。理工男。那为什么之前这么多年都没有怎么是有接触，但是没成，还是就是自己这个就是自己的一种状态啊，就是一直应该是有接触没成吧？啊，来，把樱桃结账，来，大家散。让就是男生知道我已经单身很久了，这是不是一个有个虫？不太有个虫子。好了，就是让男生知道我已经单身很久，这事情是不是已经就是？没关系，全世界都知道。对啊，你参加节目不全世界都知道吗？怕啥呀？你先扯点闲天儿，对吧？不能上来就聊这么。哎，我想了解，就是如果一个男生知道一个女生，因为我觉得美涵看起来是那种很吸引异性的类型嘛，对吧？因为她长得又漂亮，说人性格也很好。但是我知道她单身这么多年，我也很震惊。但是我不知道男生知道这种信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。思文快当主持人了，在这一趴。完了，又考住这个男孩了。就正常来说啊，如果我在生活中听到这样的事情，我肯定会不相信吧？不至于吧？所以你单身了多久啊？余晖上个月，是吗？差不多吧，前2个月吧。我想揍他。他前2个月才单身，他应该很能聊啊。不是，前2个月才单身，他应该还没走出来才对。对，这走出来有点快。那所以你对什么样类型的女生会感兴趣吗？反正可爱是个共性，这说实话，反正都不是特别强势类型的吧，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可爱的点啊，或者也有可能是女生在感情之中就体现出可爱了，也有这个可能性啊，但是就是偏多一些，所以你觉得强势和可爱这2个东西它是反义词？没有，所以我后面不是在说一句，我说可能女生在感情中就会变得更可爱。我对人的最高评价其实也是可爱。是的，其实我觉得可爱真的是个非常高的评价。对，就不是那种什么小娃娃那种可爱，对，就是这个人他比较有趣，而且性格是非常柔和啊，让人感觉非常容易亲近，然后看起来有一种保护欲啊，有一种甜甜的，也不一定所有人都是甜甜的，就是举例分析啊。那你喜欢，比如说这个女生你觉得很可爱，但她非常有主见，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够那个啥呢？不够温柔吗？或者怎么样？不能想，有点主见挺好的，可以少操很多心。没主见的容易在社会上被欺骗，是吧？你们自个儿考吧。好，谢谢。就搁这儿吧。
觉得怎么样？往你那边去。也不能这么快下定论吧。要不要一起去烤？不要，让他一个人烤，跟我们俩吃啊。我觉得你就跟他一起烤一烤，对吧？互动一下。我现在又想起来了，我得在我这个上面，啥？再加一条。啥呀？会做饭，有崇拜感。让你对他有崇拜感，就是我需要崇拜感。谁崇拜谁啊？他要对男方有崇拜感。快推那炉里啊！我能帮什么忙？需要帮忙吗？木屋烧烤，那你想烤几串吗？要不然这一把都多烤了吧？他应该这个时候不去帮忙，这个男生要喊他：“哎呀，两个美女可以来帮忙一起烤得更有味道。”烤得更有味道。什么味道？爱情酸臭的味道。这自己过去是不对的，在恋爱的里面，这是了解搭讪的一个技巧，应该也就是。明白。好了，烤其他的。没事，你先过来吃会儿吧，别忙了先。没事，先烤吧。但是我觉得烧烤是一个无法帮忙的事儿，那就聊聊天呗。你平时是不是经常跟朋友出来露营啊？感觉非常老道。今年没有，今年这是第一次。你有跟前女友一起来过这里吗？你这是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没有，今年第一次。告诉你，他刚才那个笑容非常意味不明的。没有，这就是 barbecue 了。这个就是 barbecue 了。去年好像也没，前年有露营，去年好像也没露营吧？我觉得你过来吃2口吧。对，就是你给他放那儿，然后我们聊一会儿。说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啊？好像绅士的，情绪首先他也稳定，那不是那种很抓马的，可能要比较有才气吧。有一些我觉得我不具有的，然后看到他就会觉得很不一样。我感觉你说的这是大众标准的。他老怼他呢。对。大众标准的。美涵要反击了。那你指望我说出一些什么就是比较个人的？哎，那你之前跟你的前女友相处，如果你们俩出现矛盾，你们会怎么解决啊？也不是没有过指责，但也不是没有过就是非常宽容的不当回事儿。就是我觉得还是跟当下的交流的一个情境有关系。有些时候可能觉得沟通不下去会有点崩溃，但是你是会吵架的人吗？就是两个人真的非常大声的那种吵架。有过。对。但是我觉得看人，有些人我是就没有过，对，但是有些时候有过。那比如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最受不了呢？就是比如说你跟前任之间的冲突，就你最受不了什么点？或者对方那么调戏你，或者怎么样？最受不了就是你说1，他说2。说1不能说2吗？就是我说他没有理解，就说很多遍都 get 不到那个点，或者刻意的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他就是不说，但他就是在杠着。那你会哄女生吗？会啊，我的问题我可以一直哄到笑为止。啊，真的啊？对。那你好有耐心啊。但是我是特别受不了哄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那个哄和你想象的可能不一样。我不是什么甜言蜜语啊，什么哎什么我错了，可能我是开玩笑，我是逗乐。那我会更生气。我说我都气成这样了，你还跟我开玩笑？我可能会把你生气的样子给你拍下来。然后我说你看这哭了会变丑的，然后你自己看自己。这是不是偶像剧？我不知道。更厉害。我可能会立刻离开这个地方，
踩到了最雷的雷。他们2个人相反了。他哄人也不会哄，他们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应该谈什么之前的什么什么这那的。咱们阿姨的技巧说这一趴真的应该让，你就谈天谈地谈啥都可以。应该没有反转。走吧，吃饱了。行，走吧，我们。要加微信吗？好呀。加微信，想加工作号，想加生活号吗？这工作号就是我们的行业信息会多一点。那不是应该加信息少的才容易看？对啊。不因为我们，你觉得我配加哪个号？那就肯定是工作号啊，10年的号。哦啊，我配加的是工作号，因为工作是用了最久的。哦啊，从12那我可是没有什么号的区分，因为我们这个内容太多了，平时很容易信息顶走。你看，我就一直没看，就昨天到现在信息就这么多。我们对信息比较多。好的哟。行啊，开心。他俩就是说不到一块儿去。这不是。就是我觉得。咱们姐不合适。我是觉得你整个人都正儿八经。对，所以我就是说，可能正是因为前提是没有什么火花啊，所以我反倒就是更轻松了，就这些问题我可以随意的问出口，然后呢就看上去会更加的正经。他也是那种很官方，大家就变成一个官方问答，就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有火花。那这个问题最先出在我吗？也不是吧，你俩各有一半吧，我觉得。但是我觉得你见下一个的话，你可以稍微不要那么官方，就稍微轻松一点。啊，还要见下一个？我注意到一个点，就我必须得说，男生他说了一个，就是当出现矛盾的时候，他很骄傲的是他非常会哄人。我是觉得有点危险，往往有2种可能，就是要不就是他其实不咋想听你说话，就他不是真正解决问题。对他第一个反应是我给你哄住，我就不想再听你真正这个来源是什么了，你就先把这事过去。第2种可能就是他老犯错误，你一生气他就哄你，然后他也不会改，他保证第2次还犯，往往他就不太会真正沟通，或者不太会真正自省。他那个男孩说我会哄人，他实际上他就是反义词，他就是不会哄人。就真正会哄人，他根本不会把这个说出来，是吧？他有行动。他说我会哄人，你看他哄了没？还没有，一句话没有，全部僵在那里。所以实际上呢，他所谓的哄人就是他的最大的一个缺点。那阿姨，如果比如说给相亲打分，你觉得男生女生各能得多少分？不及格。2个人都不及格是吧？2人都不及格。其实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很温馨的一个自然的环境。那你就可以把周边的环境说2句，热不热呀？需不需要风扇啊？需不需要增加什么呀？慢慢的去聊。我说美涵也不对的地方就是，这个男的虽然就说，我才看你的然后这个节目你单身了很久，然后美涵其实她有点介意这个。其实我为什么你们要介意？那你就对呀，就因为我单身，我就是要去上台，要去让大家知道，我希望找到我的另一半啊！我很自信的就是要找啊。为什么我觉得哎呦，你知道我这么久没有找到这种状态？他前面自信度不够，后面呢，他不应该去问这个男的。你上一段多久啊？人家2个月，千万不要去问人家的过去。你就是跟他拿了结婚证，你也不要问他的过去。他的过去是翻篇的事情，关你啥事？但是他还是前提还是了解，心里有个数了，那他还是。这跟这里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，你去了解他的蛛丝马迹。超爱问，但是旺旺有不同的观点。旺旺刚才说我超爱问，我超爱问。你要如果去问他的过去，你听到的80%是假的，包装过了。我是想问阿姨，你真的只谈过1个吗？我呀，因为你刚才说80%都是假的哦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好会啊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谈肯定不是1个，但是也不叫谈。比方说1个月、2个月，或者是1次2次，我都会趴掉的。就接触不行就赶紧过，就不浪费时间。恋爱技巧。
来，我们看下一段。这是又来了一位啊！哎呦，阳光运动男孩。这个音乐就感觉哈。这个看着诚意就有满满的了，你看妈的鲜发来了。怎么走出了一种赶场的感觉？确实很赶场啊，一天相2个亲，这也不多见。我也是蛮勇敢的，真的。人生中第一次相亲，然后就直接给他排满，高效高效。赶场。相亲是这样子的啊，有这个经历。没有，我经纪人想的。就一个接一个，对，一天赶3个。这个场子找的不错，对，你知道吧？就感觉能静下心来啊，聊点东西。看了。招桃花运。好了，emo啊，今天可开心了。上微博参与话题我家闹闺女，精彩互动，一起好好爱自己。上微博关注我家闹闺女2024官微，获取节目嘉宾实时动态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。上百度搜索我家闹闺女，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。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，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，特别合作妈妈网、应届生、网易有道词典、美图秀秀、百度百科。请马飞，请马来，不留空间，留未来。